你又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半夜睡得正香，忽然脚跟部位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整个人像被人猛地推醒，坐在床上大口喘气，脚掌僵硬得像一块新鲜出炉的砖头，不管怎么捏怎么按都没有用，只能硬撑着等那股脏骨头的酸痛慢慢退散。那感觉就好像脚底有一根钢丝被人一下子拉到崩断的临界点，整块肌肉从里面往外痉挛，凉汗直冒，牙关咬紧，眼泪都快挤出来了。好不容易等痛感消下去，一看时间才凌晨2点多，明天还得早起，整个人就这么躺着瞪着天花板，再也睡不着了。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一定是最近走太多路，脚太累了，热敷一下，休息2天应该就会好。其实频繁的脚跟和脚掌疼痛真的不只是走太累这么简单，如果一直当成普通的疲劳来处理，很可能治不好，更糟糕的是还会把身体藏着的大麻烦给拖过去。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跟脚掌痛问题好好讲清楚，看看背后到底埋了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危机，以及我们平时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吃才能真正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先来看2个非常真实的案例。第一位是住在成都的赵大姐，今年58岁。赵大姐是个非常自律的人，退休之后坚持每天清早去广场打太极拳，风雨无阻，邻居们都说她是小区里最有精气神的大姐。可是大概从3个月前开始，赵大姐每天早上一踩地，脚跟就会传来一阵锥心的刺痛，就好像脚底踩了一颗图钉，疼得她整个人往后一缩，根本没办法正常走路。她心想自己天天打拳，大概是脚底磨损了，于是她跑去药店买了一双据说是专门缓解疲劳的硅胶鞋垫，垫在鞋里，又买了瓶外用的活血止痛喷剂，每天喷3次。刚开始用，感觉有那么一丁点缓解，赵大姐以为是对路了，就继续照样打拳。没想到2个星期之后，她的脚跟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从晨起踩地就痛，变成了走路走久一点就痛，下午站着做饭也开始痛，整个人被这个毛病折腾得烦透了，只好去骨科挂号。医生给她做了 X 光和超音波检查，结果发现赵大姐的脚跟骨下方已经长出了一根明显的骨刺，同时脚底的足底筋膜，也就是那层从脚跟一路延伸到脚趾的白色筋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慢性发炎。医生跟她解释说，你这个情况叫做足底筋膜炎，伴随跟骨骨刺。足底筋膜就像一条绷紧了的橡皮筋，每天打拳下蹲，单脚站立，反复拉扯这条橡皮筋，久了它就开始撕裂、发炎，产生疼痛。你用鞋垫垫着继续运动，就好像橡皮筋已经快断了，你还要继续拉，不断的刺激反而让发炎更加严重。赵大姐听完，懊悔的直拍大腿，早知道就不要拖那么久。讲完赵大姐，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位王大哥的故事。王大哥今年66岁，是个退而不休的老师，每周还要去社区给孩子们上2堂书法课。他有一个困扰他好几年的烦恼，就是双脚大脚趾根部的位置，时不时会鼓起一个红红的包，又肿又热，碰一下就疼得龇牙咧嘴，严重的时候晚上连被子压着都受不了。每次发作，王大哥就自己去药店买几颗止痛药吃，或者干脆泡一盆热水，用盐水浸泡脚趾，觉得这样能消炎消肿。短暂的几天之内，肿痛确实会退一退。王大哥觉得自己这个土方法挺管用，就一直这么用着，没有认真去看过医生。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以为的消炎，其实根本没有触碰到问题的根本。大概在半年前，王大哥的脚趾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从原来几个月一次，变成每个月都来报到，而且每次比上次更痛，持续的时间也更长。终于有一次，痛到连鞋子都没办法穿，才被家人强行送去医院。抽血一查，尿酸指数高得吓人，已经超过了正常值的将近2倍。医生告诉他，这是痛风急性发作，你的身体里的尿酸就像是工厂里排出来的废液，正常情况下应该通过肾脏过滤，再从尿液里排出去。但是当废液太多，肾脏这个污水处理厂处理不过来，废液就会在关节腔里慢慢沉积，变成一颗颗针状的结晶体，扎进周围的软组织，这才引发了又红又肿又刺痛的剧烈炎症反应。而你用热水泡脚，反而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
让更多的尿酸结晶聚集到已经发炎的地方，越泡越糟糕。王大哥听完，整个人愣在那里，想不到自己多年的老习惯，原来一直在帮倒忙。通过赵大姐和王大哥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中老年朋友的脚部疼痛背后藏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走太多或者太累。除了足底筋膜炎和痛风这两个，日常生活中还有两个非常常见的诱因，我们也来快速讲一讲。第一个是鞋子不合脚，很多长辈有一个习惯，觉得鞋子穿旧了才舒服，一双旧布鞋穿上10几年都舍不得扔。但是旧鞋子的鞋底和内衬经过长期磨损，已经完全失去了支撑和缓冲的功能，每踩一步，脚跟和脚弓都在直接硬撞地面，时间一长，足底的筋膜和脂肪垫就会受到反复的冲击损伤，引发持续的疼痛。第二个诱因是长时间站立或行走后没有做任何的放松，很多长辈买完菜回来，在厨房一站就是1个小时，或者在公园里遛弯走了1万步，回来之后直接坐下来看电视，完全没有给脚底的筋膜和肌肉一点放松和恢复的时间。长此以往，这些组织在慢性劳损的状态下，就会一点一点失去弹性，从而越来越容易产生疼痛。如果只是这些生活层面的原因，我们通过换双好鞋，养成拉筋的习惯，通常是可以逐步改善的。但是，如果你的脚痛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而且怎么调整都缓解不了，那就一定要提起精神来了。因为有4种很可能被你忽视的疾病，正在悄悄用绞痛的方式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我们先来说说63岁的刘大伯。刘大伯是个老烟枪，吸了将近40年的烟，同时还有多年的高血糖病史，一直靠吃降糖药控制。最近1年多，他发现自己2条腿走不了多远，走到大概100-200米，小腿和脚踝就会开始酸痛无力，必须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上好几分钟才能继续走。他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也没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发现左脚的大脚趾颜色变得有点发乌，皮肤摸起来冰凉，跟右脚温度差了好多，而且那种走一段就酸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候晚上平躺着休息，脚也会莫名其妙的疼。家人觉得不对，赶紧带他去看血管外科，做了一个下肢动脉超音波，结果显示刘大伯的下肢动脉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硬化和多处狭窄，血液几乎没有办法顺畅地流到小腿以下的部分。医生说这就是下肢动脉阻塞症，也叫脚中风，就好像城市里的一条主干道被常年累月的垃圾堵塞，车辆根本跑不起来。正常人走路，脚部肌肉需要大量的血氧输送，但是血管被堵住，血液和氧气的补给线被掐断了，肌肉一运作就立刻缺氧，所以才会走一小段就疼痛难忍，必须停下来等血液慢慢渗过去。刘大伯如果再拖下去，脚趾血液供应完全中断，就可能面临组织坏死甚至截肢的严重后果。这一种情况在有长期吸烟史、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中老年人身上发生的概率非常高，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这里有一个可以在家自测的小方法，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伸直双腿，让家人用手指分别摸一摸你2只脚的脚背靠近大脚趾和第2脚趾之间的位置，那里有一条脚背动脉。正常情况下，你应该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规律的跳动感。如果发现其中1只脚几乎摸不到脉搏，或者2只脚的皮肤温度差异非常明显，一只热一只冷，那就高度怀疑是下肢血管出了问题，要立刻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第2种需要留意的疾病是很多人万万想不到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很多有多年糖尿病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血糖控制的还可以，没有什么大碍，但其实高血糖就像是一种缓慢的腐蚀剂，多年下来会悄悄侵蚀全身各处的细小神经纤维。我们可以把人体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栋大楼里的电线网络，而长期的高血糖就像是电线外面的绝缘皮被慢慢腐蚀掉了。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脚底板有点麻麻的，或者踩在地上感觉像是踩着一层棉花，有点不真实。然后慢慢的，这种麻木会变成像蚂蚁爬一样的刺痒，再后来变成烧灼感或者针扎感，到了晚上往往更加明显，严重影响睡眠。有些人会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脚麻，买个按摩器揉一揉就行了，结果越拖越严重。如果你有多年糖尿病，同时出现脚底感觉异常、麻木、灼热，
或者走路踩地没有正常的感觉，请务必去神经内科或者内分泌科检查一下周围神经的传导功能，早发现早处理，可以避免后期更严重的并发症。第3种需要警惕的病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人以为类风湿只会影响手指，其实不是。类风湿是一种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疾病，它的攻击目标是全身各处的关节滑膜。简单来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原本是负责对付外来敌人的，但是类风湿的情况下，免疫系统发了疯，开始攻击自己的关节组织，就好像一支本应保家卫国的军队，突然开始向自家城墙发炮。脚部的小关节往往是最早被波及的部位之一，患者会出现持续性的关节红肿热痛，而且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症状，就是晨僵，也就是早上起来之后，脚部和手部的关节会僵硬的很难活动，通常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会慢慢松动。如果你的脚部疼痛同时伴随有早晨关节僵硬、对称性的多处关节肿痛，也就是说左脚痛的地方右脚也跟着痛，那就需要去风湿免疫科做一个详细的血液检查，看看是不是有类风湿因子升高或者炎症指标异常。第4种情况是很多人完全没有联想到的，那就是颈椎和腰椎的神经压迫。前面讲过，控制脚部感觉和运动的神经，其实是从颈椎和腰椎分支出来的。如果你的颈椎或者腰椎因为退化、骨刺或者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往下传导的神经根，你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感觉到脖子疼或者腰疼，而是会感觉到脚底板或者脚趾头麻木、刺痛、无力，甚至脚跟莫名其妙的酸痛，就好像是一棵大树的根部出了问题。你看到的表现是树梢的叶子开始枯萎，但如果你一直只是给叶子浇水，根本没有去查树根，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所以如果你的脚部疼痛或麻木，同时伴有腰背部的隐隐不适，或者坐久了站起来觉得脚软、腿麻，那就要考虑去骨科或者神经科做一个脊椎的影像学检查了。知道了这么多让人担心的原因，我们现在来讲讲最实用的部分，就是一旦脚痛发作时，你可以马上做什么，以及平时怎么保养才能把发作的频率降到最低。首先，当脚跟或者脚底急性疼痛发作的时候，有3个动作可以帮你在5分钟以内缓解不适。第一招是立刻坐下来，抬高换脚，找一张椅子或者直接坐回床上，把痛的那只脚抬起来，放在比心脏位置稍低的地方，比如放在另一张椅子上或者枕头上。这个动作可以减少脚部的局部充血，降低组织内部的压力，帮助炎症和肿胀稍微消退。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站起来走动走动，以为活动活动血液循环会更好，其实在急性疼痛发作时，这样做反而会加重症状，请先停下来，坐下来。第2招是冷敷而不是热敷，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一看到脚肿脚痛，第一反应是拿热水袋来敷，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在急性发炎的阶段，局部组织已经处于充血和肿胀的状态，热敷只会让血管进一步扩张，把更多的血液送到已经很拥挤的发炎区域，反而让肿痛更严重。正确的做法是拿一个冰袋或者用毛巾包裹几块冰块，每次冷敷10到15分钟，每隔1小时可以重复1次。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局部充血和炎症反应，让疼痛快速降下来。第3招是疼痛稍微缓解之后，做一个轻柔的脚底筋膜放松。你可以坐在椅子上，把一个网球或者高尔夫球放在地板上，把痛脚的脚弓放在球的上面，用非常轻的力道慢慢前后滚动，大概来回滚1到2分钟。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已经僵硬的足底筋膜得到按摩和放松，把积聚在里面的炎症物质慢慢消散，可以有效缓解残留的紧绷感和酸痛。记住力道要轻，如果滚的时候感觉到剧烈疼痛，请立刻停止，不要勉强。除了急性发作时的自救之外，平时养成几个好习惯，才是真正减少脚痛反复发作的根本方法。第1个好习惯是每天早上起床时，先别急着踩地。很多人起床时足底筋膜炎最容易发作，就是因为睡了一整夜之后，足底筋膜在放松状态下缩短了，你一下床踩地，冷不防把它猛力拉开，就会引发剧烈的撕裂感。正确的做法是，早上醒来先坐在床边，花大约1到2分钟的时间，把双脚脚尖轮流往上勾，然后轻轻转转脚踝，等脚底的筋膜热身好了，再慢慢下床站立。
这个小习惯可以大大降低早晨踩地时的疼痛感。第二个好习惯是认真挑选鞋子，尽量选择鞋跟有足够缓冲支撑，鞋底略带弓形弧度的运动鞋或专门的步行鞋，避免长时间穿完全平底的布鞋、硬底皮鞋或者人字拖。鞋子的内衬如果已经磨损变薄，就应该换掉，不要因为穿旧了顺脚就继续穿。脚跟和脚弓的保护比你的情感更重要。如果你已经有足底筋膜炎，可以选购专门的足弓支撑鞋垫，放进日常穿的鞋里，帮助分散足底的压力。第三个好习惯是把控每日的饮食嘌呤量。嘌呤是尿酸的前体物质，如果你有过痛风发作，或者血液检查发现尿酸偏高，就需要特别注意。每天的嘌呤摄取量最好控制在400毫克以下。动物内脏、海鲜，尤其是贝类和沙丁鱼、浓肉汤和啤酒，都是嘌呤含量极高的食物，要尽量少吃甚至不吃。同时要多喝水，每天至少喝到2000毫升，帮助尿酸通过尿液顺利排出，减少结晶沉积的风险。第四个好习惯是每天坚持做小腿和足底的拉伸，在每天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前，各花5分钟做以下2个动作。第一是站在台阶边缘，把脚跟悬空往下压，感受小腿后侧肌肉的延展，保持15到20秒，两脚各做3次。第二是坐在椅子上，把脚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手把脚趾往脚背方向轻轻扳，感受脚底筋膜的拉伸，保持15到20秒，两脚各做3次。长期坚持这2个拉伸，可以显著增加足底筋膜的弹性，降低发炎的概率。最后，我们来聊聊餐桌上那些对脚部健康非常有帮助的日常食材，这些都是价格亲民，超市里随手就能买到的好东西。第一种是樱桃，不管是新鲜的红樱桃还是酸樱桃，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和抗氧化物质，这些成分就像是身体里的消防员，可以直接抑制体内尿酸合成的关键酶，同时帮助关节内的炎症快速消退。国外有研究显示，每天吃大约20颗左右的樱桃，坚持一段时间，可以明显降低痛风急性发作的频率。有痛风困扰的朋友，在樱桃季节不妨多吃一点。非产期的时候，喝不加糖的酸樱桃汁也有类似的效果。第二种是薏仁。薏仁这个食材在中医里被用来利水祛湿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薏仁含有丰富的多糖和植物固醇，具有一定的抗炎和促进代谢废物排泄的功能。我们可以把薏仁想象成身体里的清道夫，帮助把堆积在关节周围的代谢垃圾慢慢清扫出去。日常可以把薏仁和红豆一起煮成薏仁红豆水，不加糖，每天当茶喝，非常方便，对关节保养很有帮助。第三种是深海鱼类，比如秋刀鱼、青鱼、鲑鱼，这些鱼含有丰富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Omega-3 就像是关节里的润滑剂，可以减少关节内的炎症物质的生成，保护软骨组织。但要注意，深海鱼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嘌呤，有高尿酸或痛风的朋友，吃的量要适度，每周2到3次，每次大约100克左右就够了，不宜大量食用。另外要特别注意，不要喝鱼汤，因为嘌呤在煮的过程中会大量融入汤里，喝汤反而会摄取更多的嘌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请特别记住。第四种是牛奶和低脂乳制品，这可能让很多人有点意外，其实有研究发现，规律饮用低脂牛奶可以帮助身体加快尿酸的肾脏排泄，降低血中尿酸的浓度，对预防痛风发作有一定的保护效果。同时，牛奶里的钙质和维生素 D 也对维持骨密度非常重要，对于有骨刺或者骨质疏松风险的中老年朋友，每天一杯250毫升左右的低脂牛奶是非常划算的一个养生习惯。第五种是芹菜，芹菜里含有一种叫做芹菜素的植物化合物，具有一定的降低尿酸合成的作用。同时芹菜里也含有大量的钾和水分，帮助促进排尿，把多余的尿酸带出体外。很多人不太能接受芹菜的气味，可以把芹菜切成小段，和西红柿、黄瓜一起凉拌，或者打成蔬菜汁，口味会好接受很多。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脚跟疼痛和脚部不适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面镜子，它照出的可能是局部的筋膜损伤，可能是尿酸代谢的问题，也可能是血管或者神经系统在悄悄报警。千万不要在一痛就抹药油、泡热水，
硬撑着以为睡一觉就会好，这些处理方式很可能会把身体真正需要你关注的信号给压下去，反而让问题越拖越严重。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或者家里的长辈，也经常在抱怨脚痛脚麻，走路越来越不利索，请一定要把今天分享的内容转发给他们，先对照着排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鞋子合不合脚，水有没有喝够，运动前后有没有做拉伸。如果这些都注意了，脚还是持续在痛，就请认真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千万不要自己扛着。感谢大家认真看到这里，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帮我们点个赞，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后续更多实用的健康养生内容。我很想知道，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辈，有没有试过用什么方法缓解脚痛，效果怎么样？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聊聊你的经历，说不定你的分享就能帮到另一位正在为脚痛苦恼的朋友。祝福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出门步伐轻盈，脚脚健康，好好的走过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